在各种军事电影中，总是能看到战斗机被导弹锁定后，驾驶舱里会有警报器哔哔哔的警报声。那么战斗机是如何知道自己会被导弹锁定呢？被锁定之后，战机还能否逃脱呢？别着急，咱们接着往下看。温馨提示，本期视频内容比较干，但是耐心看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对战斗机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众所周知，一般战斗机上安装的雷达是机载火控雷达，兼顾有搜索和跟踪两种功能。所谓的搜索就是我们所说的探测，而跟踪呢则是锁定。先来看搜索，顾名思义，搜索就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循环扫描，就像我们在一些电影中看到雷达显示屏不停地转圈。在这个过程中呢，雷达发射的波数比较长，大约需要13秒能扫描一次。一旦雷达波接触到了物体，就会显示出来一个亮点。不过此时战斗机的雷达只能扫描前方的锥形空间，大约是机体前方各65度进行扫描。因此这个阶段呢是有一个弊端的，那就是雷达发射的波束宽度是有限的，类似于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一定的区域，会存在一定的盲区。雷达想要对整个空间都进行扫描，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可能需要几秒或者是更久才能重新扫描一块区域。在雷达发现目标之后呢，会自动或者人工进入跟踪目标过程，而这个阶段雷达扫描频率从13秒缩短为1秒左右，对目标的距离、方位和速度进行持续的跟踪，保证获得的数据可以达到导弹发射的标准。整个过程呢，就如同你在黑夜里行走，有一个探照灯180度的扫描，每隔一会儿照你一下，你走到哪儿，灯光就会跟随你到哪儿，而且还换成了不同的光，也就是波长更短的雷达波束。那么此时敌机上接收到的雷达信号肯定就大不一样了，内置的雷达告警装置就会发出类似嘟嘟嘟的报警，以警告飞行员我们已经被敌方锁定了，敌方可能随时会开火，甚至有可能敌机的导弹已经离弦了。那么战斗机雷达告警装置的工作原理是什么？目前战机机载告警系统当中，装备最多的自然是 RWR 雷达告警系统。简单来说呢，这款装置可以理解为一部雷达波接收装置，它和搜索飞机的雷达接收机拥有一样的能力，但是灵敏度上呢是远高于搜索雷达的雷达接收机。通过发射电磁波对目标进行搜索，当雷达波遇到战机目标的时候呢，会被反射回来。目前各国的隐身战机之所以隐身，就是因为通过吸波涂料将雷达波散射掉或者吸收掉，进而让雷达波不能原路返回。这样搜索雷达的雷达接收机接收不到雷达回波，就是没有发现目标。而非隐身战机的雷达波返回后，被雷达接收机接收到之后，雷达就可以轻松判断出某个方向正有在飞行的飞机，进而就可以将雷达对这一空域的扫描速度变快，或者说直接对着某一个方向发射雷达波。通过2次间隔收到的不同雷达回波的信息，就可以判断出飞机的高度、速度、距离以及方位等信息，进行持续不断的跟踪，理论上就可以引导导弹进行攻击了。因此所谓的雷达锁定战机也可以理解成为雷达波将战机瞄准了，而接下来发射的空导弹就是这把瞄准的枪射出去的子弹。而战机雷达告警装置本质上是在自己的机身部位安装雷达接收装置，一般安装在战机机翼的多个部位，从而可以接收多个方向的雷达波。在飞行的过程中，雷达波按照一定的频率和速度对机身进行扫描，比如雷达13秒转一圈，理论上呢也是13秒对战机扫描一次。如果战机上的告警装置接收到的频率一直是这样，那么基本上可以判定自己是还没有被锁定。至于是不是被发现了，实际上战机自己并不知道。而当战机接收到对自己扫描的雷达波频率变快了，例如原来13秒扫一次变成了几秒一次，那就说明雷达已经发现自己了，雷达正在从搜索模式转为跟踪模式。之后如果战斗机接收雷达波的扫描频率再次加快，例如由原来的5秒扫描一次变成了1秒，甚至更短的时间，那么说明雷达已经从跟踪模式转变为锁定模式了，这也就意味着战斗机被瞄准了。前面咱们提过，战机告警装置的雷达接收机灵敏度比战机雷达自身的接收机更高，这是什么原理呢？大兵认为这个还是值得说一说的。举个例来说，如果雷达发射电磁波，对空探测的时候发出的波数是10道，
由于战机都处在高空，所以会有一部分的波束因为战机外形而散射掉，最终只有一半或者更少的雷达波会原路返回。这也就是说，搜索雷达发出的10道搜索雷达波，自己本身的接收机可以接收到的只有5道，甚至是更少。但敌方战机的接收机却可以将打在自己身上所有的雷达波悉数全收。大兵这种说法呢，可能不太准确，但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总之呢，当战机在远距离接近搜索自己的雷达时，其实战机已经在更远的地方接收到了雷达对自己的探测。而且根据雷达波接收的信息强度，战机大概可以判断出敌方的信息。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现代战场上，先进战机雷达或者重要战场雷达都选择无线电静默的原因。因为你在搜索别人的时候，自己其实也已经暴露了。看到这里，或许有朋友会问呢，雷达波本质上还是电磁波，而地球上电磁波是无处不在的，比如电台信号、机场雷达信号、广播信号等，都属于充斥在空间的电磁波。那么战机是如何区分出哪条电磁波是敌人锁定自己的电磁波呢？实际上，这也是战机告警装置分析出有威胁的雷达信号的前提。首先呢，任何地区飞行空域的电磁环境其实都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这就需要空情部门在平时对敌军相关雷达波、通信信号等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得出敌军雷达的工作特征和信号模式，再把这些信息储存到战机告警装置的数据库里。当战机被有威胁的雷达信号锁定时，且雷达波正好在数据库中存在的话，那么战机雷达就会马上识别出来自己被敌方锁定了，并且警告信息告诉飞行员。不过呢，也不是所有的雷达信号特征数据库里面都有。如果是那些陌生的雷达信号，那么就要依靠告警装置的内置算法了，通过计算后判断雷达信号是否具有威胁。而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各国为了对付战机也是各出奇招比如 LPI 雷达，它的全称是低截获概率雷达，能在可检测雷达信号范围外发现目标。以上所提到的雷达告警装置都是可以在敌方导弹发射之前就能给己方飞行员提供告警的。不过也有一些告警设备必须是在敌方导弹发射之后才能提供有效的告警，比较典型的那就是MAWS 导弹逼近告警系统。这种告警装置呢，最早是为了针对被动红外制导，例如响尾蛇此类红外格斗弹以及毒刺、标枪此类单兵导弹等。由于这种制导武器在攻击时呢，不主动发射电磁波与激光，因此雷达告警器和激光告警器是很难提前发现。目前的导弹逼近告警器按工作体制可以分为紫外、红外、多普勒3大类。这3类呢，主要负责在敌方导弹发射后逼近己方战机时的告警任务。其中紫外体制探测与发现目标，主要是依靠探测敌方来袭导弹、火箭发动机工作时所产生的强紫外辐射与烟。红外型的探测与发现目标呢，则是通过探测敌方来袭导弹、火箭发动机工作时燃烧所产生的强红外信号。至于多普勒的原理和预警雷达基本一致，主要通过雷达波来探测来袭目标，并且进行告警。以上3种导弹逼近告警器都通过在战机机身各处布置多个探头的方式来获取360度的无死角告警探测范围。比如 F-35上广为人知的 EODAS， 实际上呢就可以看作是 MAWS 的进化版本。整体来说呢，现代战机正是依靠以上所提到的多种预警手段相结合，来实现全天候、多手段、高可靠性对来袭威胁进行早期告警，尽可能的提高战机在高威胁环境下的生存能力。那么在战机被锁定之后，敌机又发射了空导弹，己方战机还有没有可能生还呢？目前各国的空导弹根据导引头原理不同，主要是分为2大类，分别是雷达制导和红外制导。其中雷达制导多是在中远程空导弹中使用，采用主动雷达导引头，发射雷达波扫描到战斗机后，实现对战斗机的持续跟踪定位，最终命中目标。红外制导呢，则是采用被动红外导引头，主要是接收战斗机辐射的红外信号，来对其进行追踪打击。至于战机哪个部位的红外特征最明显，想必各位也都知道，发动机进气口、发动机尾喷口等部位。
目前各国流行的是超视距空战，战机空战的主要武器也大多数采用中距弹。那么什么是中距弹？中距弹呢，全称为中距空对空导弹，其作战范围在30到80公里。使用这种武器，己方飞行员在目视距离之外，就可以对已经被战机雷达锁定的敌机发射导弹。目前美军最新的 AIM-120D 中距弹最大射程呢是160公里，它的作战范围应该是在70公里以上。这里大兵插一个小知识啊，各国的空导弹最大射程并不是它的有效作战范围，因为空导弹大多数是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作为动力，而这种发动机的工作时间通常呢又比较短，只有10几秒，所以根据发动机是否工作，空导弹的射程也被分为动力射程和无动力射程。其中呢，动力射程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有效作战范围，通常情况下这个范围只有最大射程的1半左右。因此美军的 AIM-120D 作战范围应该是在70公里以上，即使加上惯性飞行的战力，还是无法保证能一发就击落敌方战机。为什么大兵会这么说？这是因为除了导弹自身的动力射程有限外呢，战机雷达锁定敌机的距离那也是有限的，而不能牢牢锁定，那也就谈不上导弹发射了。以目前装备了平面缝隙雷达的4代机为例，空战中锁定对方4代机的距离是不会超过90公里，所以在双方距离较远的时候，如果敌机发出告警，那么飞行员开启加力飞行，大范围机动，还是有概率可以摆脱雷达锁定的。虽然5代机出现之后呢，一些4代机也改用了有源相控阵雷达，对于目标的跟踪和锁定距离都有所增加，但是锁定距离还是在90到120公里。虽然这个水平对比之前是上了一个台阶，但这个距离呢是基本上已经超出了中距弹动力射程的极限了。因此要保证导弹成功命中目标，发射距离还是不能超过65公里。如果对方也是5代隐身战机的话，那么相互锁定的距离就会下降到40公里，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呢，甚至会进到30公里之内。而在这个距离之内，10几秒内就会进入目视距离，这就可能意味着发生近距离的贴身空战。在双方战机距离几百米甚至只有几十米的空战中呢，机炮命中的概率显然会高一些。这也就是为什么5代机特别强调隐身性，还保留了机炮的原因。不过大兵上面的假设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在空战时，当飞行员知道自己被敌方雷达锁定后，肯定是心跳加速或者冷汗直冒啊，马上就会大幅度的机动，试图跳出对方的锁定，或者来躲避可能到来的攻击。毕竟咱们前面提到过，一架现役的战机只能探测到自己是否被火控雷达照射，至于有没有被锁定，它根本无法判定。而 Lock On 这个标记是敌方战机或者导弹控制系统上此刻被锁定的战机飞行员，就好像是武术比赛上的瞎子，只能感觉到一棍子冲着自己脑袋打过来的风声，很难知道人家要不要打。这个风声呢，算是大兵的一个比喻，类似于火控雷达的信号照射。也就是说，现代战机的雷达在锁定敌机之后呢，至于什么时候打击对方，则完全是由飞行员自行控制说了算的。这就意味着飞行员在听到告警声音之后呢，第一时间逃逸是最优的选择。以 F-35 装备的 AN/APG-81 雷达为例，这款雷达呢可以同时完成测绘模式和指示模式，如此一来，给予导弹锁定目标的时间，也就是飞行员的手指离开切换按钮的时间，具体应该是 0.25 秒，给导弹装定目标的时间也仅仅是 0.03 秒。这是什么概念呢？正常人的反应时间通常在 0.2 到 0.3 秒之间，而一个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也只能达到 0.1 到 0.2 秒，这甚至比人的神经反射时间都要低。此外呢，空导弹的速度战机也没法比，动力射程内最大瞬间过载可以达到几十个 G， 而大部分战机最大速度只有2倍音速，最大过载也只有9 G。所以从这2项数据来看呢，战斗机并不占据任何优势。而另一方面，现代空导弹还存在一个不可逃逸区，在这个区域内的战机99%的可能性都是会被击中的。所谓的不可逃逸区呢，其实就是上面提到的动力射程。由于此时空导弹的机动能力是要优于飞机的，躲避导弹的难度非常大，因此被称为不可逃逸区。
总结来说，战机在被敌方导弹锁定后呢，之所以能够发出警告，主要是得益于装备的各类告警感应装置，这其中呢包含了多种追踪系统，能够准确地探测到来袭导弹的方位，再加上地面指挥系统对飞行员的提示，可以实时地获得敌方导弹的速度和距离，来采取机动规避或者是抛干扰弹等应对措施。如今空战越来越趋向多元化，隐身战机凭借着强大的隐身性，就可以突破敌方的雷达，在敌方战机没发现自己之前呢，率先发动攻击，从而夺得控制权。当然，现在很多的战机都安装有全向雷达告警接收机，一旦敌方战机在周围空域对己战机进行了雷达照射，那么该战机呢就可以通过这一系统获知战机来袭信息，发出警告信息，从而提醒飞行员做出规避动作。而从最近10年的空战准则呢，则是被火控雷达照射，那就离死亡是不远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